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大决战：大西洋的动乱》。昨天更新了前4章，今天是第5关。使用的角色仍然是梅维拉。其实我想换人来着，但是这个技能没给大家演示啊。抓住人之后，后下前攻击，算是一个指令投技。看起来不像是物理攻击，像是化学攻击啊！请务必对我使用这招，伤害还可以，但比较坑的一点就是首先需要抓住敌人。游戏的后期抓住敌人，尤其是 BOSS 还是比较困难的。最好是用平 A 先控制一下，然后再抓。这款游戏的剧情昨天也给大家介绍了，有一位疯狂的地博士在大西洋上制造了一个军舰，想要控制世界，让主人公3人去阻止他。游戏一共有6关，前5关的 BOSS 打完之后都会加入咱们。我感觉这是街机平台的唯一的一部这样的游戏了，最终 BOSS 5个手下全都投降了，这个忠诚度前无古人吧。咱们游戏的整体流程都是在这艘船上，这艘船叫做斯凯尔顿号。下一关我会换人的，因为使用梅维拉我实在是打不了最后一关，尤其是最终 BOSS 太强了。这款游戏的很多判定也是比较奇怪的。游戏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重攻击，就是攻击之后按上按攻击。重攻击可以一次性把敌人打倒地，但是重攻击的收招时间非常的长。所以说使用的时机要掌握好。这种胖胖的敌人最可怕的攻击方式是冲撞，他冲撞起来没有准备动作，非常突然。攻击的范围还大，很难躲。第5关的难度其实非常的高了，这款游戏的小兵打人非常疼，而且所有的 AI 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绕后。它这种绕后还不像战斧那种。战斧如果玩的时间长了，对方绕后节奏你都能够掌握好，但这款游戏呢 AI 绕后脚步非常的飘忽。这里我就吃亏了呀，敌人数非常的多，很多时候他是一定要走到你背后的。同屏3个敌人还好处理，超过3个就很难了。鞭子抽2下，回头1次，然后再抽2下。这个原理有点像快打旋风的摆拳。游戏还有一个动作是防御，按住攻击键，按后。这个防御用的好，打 BOSS 会更简单。好，这里是第5关的 BOSS， 第5关的 BOSS 陈。
陈先生感觉像双截龙的那个陈啊，看他戴的帽子。我打他就是跳跃攻击，或者呢等他跳起来之后用鞭子抽。暂时只找到这2个套路。看这个判定，对面跳过来之后，我连续2鞭子，感觉攻击都被他挡住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招青龙波，下一关就是最后一关，我就要换陈，主要就靠这招青龙波来打 BOSS。我血量也不多了，感觉我发挥的还可以，对面爆气了。我也爆一下，爆气之后一下就可以把对面打倒地。攻击带有燃烧的效果，他防不住了，我发动了一个重攻击，重攻击防御也是掉血的。这样陈也加入了，这是加入的第5个 BOSS。最后一关，陈的招式旋风斩，还有一招就是青龙波。砍3刀之后，回头再砍3刀，这就是摆拳的原理，就是不施展最后一下。这招就是青龙波，这招呢是一个多段技，但是被打中之后一发就会倒地。防御的话，反而掉血比较多，因为本身这招的攻击力不高，打小兵一般。但是呢，如果是2个人一起玩，那这招是神技，有人保护身后，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放这招。准备的时间比较长，而且其实 Y 轴的覆盖面积也不大。所以说用不用还要看走位。它的平 A 其实比梅维拉要好用，梅维拉的平 A 呢，前后摇实在是时间有点长。最后一关的版面也比较多，4个版面，前面有些关卡只有1个。陈的角色性能真的是不错，他的平 A 出招快，攻击范围也不短。远距离也可以青龙波，旋风斩这一招不大好用，他攻击到一个敌人之后，马上会往回翻滚，然后落地，这个时间非常长，还是比较容易挨打的。跳起来按下按攻击，刀刃会向下，这招可以追打地面的敌人。这小兵手太快了，这就给我一刀啊！哇，这个小兵的姿势很帅啊！是在等人吗？这杯啤酒先不喝，先留着。啊，这版面给我带没了呀！我刚刚那个回血道具白留了。刚刚这一下是 AB 耗血技，
这种敌人就是敏捷型的，这里大概有5个，如果放出来的话，那咱们这点血可能都不够啊。有机会把他们一起粘住，就尽量一起清掉。这还有一个桶，桶其实是一个攻击道具，但是陈的手里也有武器，所以说他捡到任何的攻击道具，效果都是加分。这里好多人啊！从刚刚青龙波得到的分数，还有打击的音效来看，后面5、6个人。血量没加满，这个回血道具要留着。这里比较难了。这种武士出刀非常快，而且轻易不吃抓，除非你用平 A 控制一下。看武士的移动速度啊，他的步伐很特别，移动速度快，攻击欲望还强，出刀也快。这应该是整个游戏当中最难对付的小兵了。我刚刚的血已经快见底儿了，幸亏有一个汉堡。这里呢就要开始最终 BOSS 战了。最终 BOSS 战一共是2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打他自己，打他自己怎么打都好打。咱们就是远距离使用青龙波就可以了。但是2阶段呢，它还有一个帮手，是他开发的生物兵器实验体3号，2个 BOSS 就很难。我试了一下，使用梅维拉怎么也打不过呀。这里给的回血道具还是比较多的，2个，而且回血量也比较大，一个大概能回个半格吧。好的，开打！注意他的武器啊，拿了2个大的针筒。哇，这个针筒的攻击范围真的远啊！他在屏幕之外，能打到他就可以。有些时候呢，他是防御住的，但是防御住掉的血量反而更多，因为这招的攻击段数比较多。我的天，给了我2下，这个手啊真的是太快了。我需要去捡点回血道具了，没加满。还有一个，等他半格血要撤退的时候，咱们再捡。好，这样他就跑了。跑了之后，前方就是2阶段，这也是游戏的最后一个版面。咱们先要打几波小兵。这款游戏难度真的高啊，我感觉比格斗贵族还要高。不要放他们3个出来，放出来开始走位就很困难了，因为这里的版面歪轴非常窄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选用了陈的原因。他的青龙波在这打最终 BOSS 有很强的优势。最后2个小兵打完了，就是打实验体还有D博士。我建议啊，
大家还是云通关就可以了，因为难度实在是太高。这里要注意啊，注意节奏。这个实验体它是有2到3种远距离的攻击的手段的，包括它的火焰拳、激光，还有是机枪。如果他晕了，咱们远距离用青龙波打到他了，打到之后，咱们马上需要窜 Y 轴了，因为他大概率会释放远距离的攻击方式。如果他防御住青龙波呢，就会向后跳，这是比较好的机会。这个地方我躲了一下，但是他没有放远距离的攻击啊。远距离的攻击和咱们的青龙波是能够互相抵消的，但是青龙波放的前摇时间太长，所以说这个时机啊我是掌握不好。我这里血不多了，但是对面的血也不长。这下他应该是晕了，哎，没晕。我也炸气了。炸气就是在你血量剩很少之后，倒地了，不断的按攻击键。好的，这样通关，好险啊！我感觉前面我发挥的不错，但是被摸了2下，血就见底了。这里难度其实非常高，尤其需要注意实验体的攻击的节奏。当他晕了之后，你用青龙波打完之后，马上要躲一下。有2波我躲得不太好，就挨打了。这样的话，把 D 博士抓起来了，他的战舰也毁了，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大决战、大西洋动乱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